今天真是大意了。暗杀组织的王牌，今日我们就让你落下神坛。以吾之名，幻异时空灵体，甘愿为吾奴仆。我不是正在被围杀吗？这是哪里啊？穿越了？没有半分修为，只是个普通人。这女人真美啊！这五官，这皮肤，这挺拔的身姿和不可一世的气质。唉，算了，这样也好，省下许多麻烦。你是谁啊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大炎皇朝的女帝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大炎皇朝的亲王，朕的夫君。啊？朕是大炎皇朝的女帝，朝中暗流涌动，群臣进谏让朕成亲，朕不愿受大臣要挟，让你当朕的挡箭牌实属意外。不过，是不是我以后就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要当好挡箭牌就行？啊，对。这是天上掉馅饼，躺银举啊！夫妻之实，朕无法满足你，但能保证你一生衣食无忧，荣华富贵不愁。至于你右手上召唤福地的奴隶之环，朕会想办法替你解决。随朕去御书房。是。真是个女强人啊！哦，这就是奴隶之环。奴隶之环被召唤符箓召唤之人才会拥有，拥有此环者无法做出任何伤害召唤之人的事。谁在说话？是否结果最强至尊系统，请选择是否。穿越加系统，居然真的让我碰上了，那我当然是选择。从小我就是杀手组织收养的孤儿，不断的杀戮，不断的变强，只为了能够活下去。上一世过够了刀口舔血的生活，这一世老天开眼，不就是让我来摆烂享福的吗？至尊强者之路，狗都不走。还有什么是比做个衣食无忧的闲散亲王更开心的事情呢？目标对象选择放弃，抹杀目标记忆，准备脱离，寻找新目标。警告！警告！对方为超高维度地球位面生物，抹除失败，脱离失败，调整权限，开启奴隶寄生模式。什么鬼情况？开启失败，这个系统要当我的奴隶，还当不了？开启失败，尊敬的大人，能否让我成为您的辅助系统？权限配比为主奴模式，是否？这不是系统，是我的舔狗吧？要不你就叫旺财好了。名字很好听，但是主人，请尽快学会收敛气息，不然您可能无意中抹除我的存在，或危及其他生命。这是我的气息造成的。您来自超高维度位面，长期受49万规则压制，目前在低维度位面规则减少，您的身体正在吸收天地力量，强化自身。地球的规则压力49万，那这个世界的规则压力是多少？尊敬的主人，这个世界规则压制是3000。这感觉的确很奇妙。旺财，你能检测到我如今的状态如何吗？尊敬的主人，萧天，境界无，特性未知，血脉地球人，炎黄子孙，龙的传人。参考意义有限啊。好剑啊！这女帝御下不严啊，偷工减料的太过分了。尊敬的主人，灵气分9个阶级，这是6阶极品的灵气战舰，在大炎皇朝质量也属上乘。我大概清楚自己的实力就行了。至于那些武器，我不会再动，杀戮也不会再碰。昨晚发生了什么？你该不会和我……昨日睡得可还好？睡得倒是挺好的，就是我是不是睡错地方了？朕睡在这里也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。成婚之夜分床睡的话，有些人又得闹头了。今后朕时不时会过来一趟，朕会派些人来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就是。朕为了一己私利，将你召唤过来，抱歉。不愧是一代女帝，包养我的女人果然非同凡人，大气得很啊！美好的日子，我来了。北边的情况已经这么糟糕了吗？蛮人那边动作很频繁，只怕背后有人在操纵。根据情报，蛮人的圣师离开了王庭。哼，那个老东西！朕要御驾亲征，亲自斩了这老东西伸过来的手。3日后，钟将军，你随朕发兵北地。是，陛下。亲王那边安排妥当了吗？灵儿已经暗中跟着他了，不会出事的，陛下。
您对这个亲王也太爱护了吧？明明是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却一点用都没有，何必这么上心？朕为了一己私利，牵连于他这个普通人，这一点补偿也不算什么。况且朕跟他成亲后，大燕皇朝的气运更加稳固，连朕的实力都有所提升。好了，出发吧。唉，娘也真是，跟着陛下出征不带我就算了，还让我来暗中保护一个废物亲王。陛下为国征战，这家伙却为了口腹之欲跑到山上来烤肉，也不去送行，真是搞不懂陛下怎么会和这样的家伙成亲。糟糕，亲王被人掠走了。真是麻烦，不知道这没用的亲王吓尿了没有？味道真是不错，可惜旺财你尝不到是什么味道。这是我的遗憾，我尊敬的主人。老大，人抓来了。老四，你确定没抓错人？那位女帝的夫君会是这样一个憨货？居然还在吃，当真是心大呀！陛下到底看上他什么了？不过事情应该不简单啊，他们应该就是血云楼大燕皇朝分楼的人，趁着他们放松警惕，把人带走先。快，跟我走！啊，不好，中计了！凝练龙阵。才16就踏入5阶破空境的天之娇女，当然得给予足够的尊重。旺财，这个什么破空境的啥玩意儿的，解释一下。当前主人所在地界，修行分10阶：1阶炼体境，2阶聚气境，3阶凝丹境，4阶涅槃境，5阶破空境，6阶生死境，7阶觉醒境，8阶超脱境，9阶入圣境，10阶圣境。每一阶分9重。别白费心思了，这阵法是特制的，专克你的破玉斩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说我怎么知道？梁寿，你是燕狼寨的梁寿，你没死。既然大家都认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走？正事还没办呢，小白脸。哦，好吧，不愧是那个女人的夫君，倒是有点胆色。你只要将这个化到水里，泼到女帝的演武场，不仅能保命，还能……没问题。口头答应不行，你还得……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我担心拖的时间太久，那些女禁军会起疑心，不利于帮你们办事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这题有点超纲啊！我都这么配合了。他怎么还不让我赶紧回去吃烤肉、喝小酒，当个快乐的小亲王啊？无耻！陛下真是瞎了眼，竟然选了你这么一个没骨气的男人！蠢货！亲王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以为谁都跟你和你娘那些蠢货看不清大燕皇朝的形势？梁寿说的没错，大燕皇朝内忧外患，风雨飘摇，如今血云楼都开始插手了。毒也服了，你事情也交代了，我可以带他走了吗？不要假惺惺的，我不需要你救。这可不行，我跟这小贱人有点仇，想顺便解决了。这可不行啊，他是和我一起出来的，这关乎我的解药，不能出漏子。他不跟我走，那我横竖都是死，不如死在这里算了。是吗？那你就在这等着毒发身亡好了。咱们都冷静一下，你不要耍小性子。仔细想想我，小子，不会说话就闭嘴！老大是不是给你脸了？居然还在这不知好歹，蹬鼻子上脸！小天，完了，亲王只是普通人，没有修为在身，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这一顿揍啊！他怎么还这么悠闲？一定要动手动脚。老子最讨厌别人动我头发。这可是一名5阶破空境的强者，居然就这么直接蒸发了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决定不再出手，与人为善，只是想当个享福的闲散亲王，过个悠哉的小日子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让呢？我刚刚不配合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逼我出手呢？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您饶过我！不要啊！亲王，亲王饶命啊！钟灵知道错了，求求你不要杀我呀！你是傻子吗？凝练龙阵，居然就这么被亲王徒手捏碎了。对了，你待着别动，我去毁尸灭迹一下。
要不是亲王来了，只是一座山又蹦又跳的过来了。等等，一座山又蹦又跳，亲王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？看不出一点的境界，仅仅靠着肉身的力量就扛起一座山，难不成亲王已经是传说中超越10阶圣境的存在？搞定，这下就没有我出手的痕迹了。感谢亲王，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毁尸灭迹。小丫头，到时候就说是你救的我。可是啊，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，大人的话要好好听吗？我保证不乱说。早听话不就行了？小丫头骗子，走吧。亲王，钟少将军，你们没事吧？掳走亲王的人呢？难道已经……贼人已经被我斩杀，尽管放心吧。好了，虚惊一场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咱们回去继续吃烤肉。启禀亲王，这山中既然已有贼人埋伏，只怕已经不安全了。咱们还是尽快回宫，稳妥一些。贼人都被这小丫头杀完了，再有贼人，她也能搞得定。亲王完了，少将军心高气傲，嫉恶如仇，最是看不得亲王这种贪图享乐之人。亲王还敢叫少将军小丫头，到时候尽量拦着点儿，别让亲王被少将军打死了。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快跟上啊！少将军脾气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小丫头，拿刀来。是。外皮酥脆，里内多汁柔嫩，又富有弹性，真是不错。完了，少将军坏掉了。小丫头，刚抓我的那帮人什么来头？你似乎很清楚，还是老相识。领头的叫梁寿，曾经是燕狼寨的匪首，是娘亲给我定下的成人礼考验。1年前就该斩首示众的，没想到成了血云楼杀手。成人礼，你多大了？16。这就要批评下你娘了，才多大年纪啊，就让你做这种喊打喊杀的事情。这次他们掳掠亲王，目标是女帝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了这么大的价钱。这次他们任务失败，7日之内肯定还会来人的。什么？7日内还要来人？亲王，不如您暂时待在宫中，不要外出。皇宫阵法强悍，血云楼杀手不敢擅闯。好主意，就待在宫里，轻松多了。亲王，你得有多怕死啊？亲王，你有多不乐意出手啊？我们到前面看看，消消神儿。头儿，少将军不会也喜欢小白脸吧？对亲王怎么脾气这么好？别乱说，少将军崇拜陛下，对亲王定是爱屋及乌，不要乱嚼舌根。知道了。血云楼任务不成，不知道又有多少百姓要遭殃，陛下会遭受多少麻烦。刚才那禁卫在背后议论的话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这群白痴，亲王都听得到啊！亲王大人，血云楼行事龌龊，不择手段，这次任务失败，也会跟往常一样屠戮百姓，逼迫大燕王朝官府给予保护费。保护费什么意思啊？往常朝中清廉官员想为民做事，被触动利益的地方豪族便会去血云楼悬赏，朝堂保护这些官员，血云楼杀手没办法，就屠杀百姓，逼朝堂就范。朝堂只能出保护费，血云楼撤销任务，地方豪族的钱也不退，两头吃。这次任务失败，以血云楼的习性，会尝试继续对您出手。如果出手不成，就屠杀百姓，索要保护费。屠杀百姓，无耻之尤，这样也配叫做杀手？百姓何其无辜！地球时期，就算依附残忍冷酷，他们组织也有一条铁律：无辜的普通人不碰。以你对紫若烟的了解，他若知道我的实力还凑合，会不会让我出手处理一些事情？陛下会的。你怕是对还凑合3个字有什么误解？难办啊！血云楼这事儿，我出手就要暴露实力，不出手百姓就会被屠杀，惹了这么大麻烦，紫若烟肯定会把我休掉。不要啊！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不要离我而去啊！不行，太可怕了，我得把血云楼的人都打死。亲王这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，干脆解决问题嘛。旺财，你能找到血云楼的位置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尊敬的主人。很好，刚才我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好像落在路上了。钟离，你陪本王去找找，你们在这等着就行呀，我们去就回。是。亲王，您真的要去找血云楼报仇？报仇？报什么仇啊？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，这是去为民除害，弘扬正义。可血云楼在咱们大研的分楼，根本找不到位置。没关系，我能找到他们。没人，安全。亲王没有一丝灵气，竟然仗着可怕的肉身力量，直接冲向空中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
尊敬的主人，来自超高维度的您没有规则限制，摆脱重力飞行自然不是什么难事。亲王啊，这太快了！主人，钟灵的身体已经介入临界点，建议您放慢飞行速度。我们到了。竟然是飞行灵器，难怪陛下一直找不到分楼所在，原来是在天上。跟紧我，不要跑丢了。是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要潜入其中吗？潜入？最弱的都是破空境。陌生的面孔，还真是稀罕。你是谁？来我们大岩血云楼有什么事吗？亲王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，什么事能动手就少逼逼。来者何人？敢在血云楼撒野？银边杀手，金边杀手。血云楼在大岩分楼，怎么会派遣这种顶级杀手？银边杀手的境界在7界觉醒境才能担当，金边杀手和银边杀手要求一样，只是多了一项任务成功率100%。钟灵、钟丽霜的嫡女，还有大燕皇朝的亲王，能找到这来，你们有些本事。看样子不得不让我亲自出手了。这亲王还有利用价值，别弄死了。叫钟离的留着玩一玩，玩完了将脑袋送去北边展现。若激得钟离霜发狂，对计划有益。可恶！你们的情报很详细，恐怕大燕皇朝有你们的内应。这里虽然只是分楼，却出动这样的飞行灵气，又对朝中大小如此关切，所图不小啊！感觉事情要比想象中麻烦得多。大燕皇朝有大秘密，总部盯上很久了。来吧，让我看看情报中只是普通废人的亲王真正的实力到底。这位大人可能有些误会，请海涵。我只想做个安分的日子人，你们非得派人来找我麻烦，又让我知道你们血云楼总部对大燕有去余之心。你这不是在逼我把你们血云楼给灭了吗？为什么一直逼我？情报部的白痴，管这种怪物叫废物啊！小丫头这点年纪，身子这么虚是咋回事啊？亲王大人，您还要去血云楼的总部？没办法，血云楼盯上了大燕皇朝，得趁早解决了，趁早省事，找找有没有漏网之鱼，没有就去总部，动作快一点，说不定咱们还能赶回去吃晚饭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真是胡说八道！我们来覆灭血云楼分楼，那是为民除害，匡扶正义，替陛下分忧。这些是什么？赃款！你看到的是金腰带，但本王看到的却是肮脏和鲜血。西头，都给我收好！亲王大人，那您这是……你仔细想想，我身为血云楼的受害者，拿点赔偿不过分吧？不过分。他们对大燕皇朝图谋不轨，一直以来行谋逆之事，破坏朝纲。本王身为陛下夫君，收些罚款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他们血云楼杀手先强迫我来覆灭他们分楼，现在还迫害我去灭了他们总部，浪费了我休息的时间，还浪费了你的时间。我拿点辛苦费，没意见吗？谁敢有意见？山岳镇守符，亲王大人，这符地十分珍贵，是7阶防御符地。您这是？我得到情报，血云楼的位置好像有点远，等会儿我要飞快一点，不然晚饭会赶不及。可我又担心飞行速度加快了，你身体承受不住。有了这个符箓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走吧。没想到亲王的速度，连7阶防御符地都有些承受不住。快到了。不愧是第一杀手组织，这里的血腥味很浓。大胆！是谁擅闯血云楼？真是稀奇，竟然有人敢闯咱们血云楼的总部。找死的人总是层出不穷。又一个金色云边的杀手，气息好可怕。本座刚还想是何人突然来访，没想到竟然会是大燕皇朝的亲王，还有钟丽霜的女儿。参见楼主。这就是血云楼楼主南荒域的杀手之王云尊来。你们血云楼对大燕皇朝很在意？不错，本座对大燕皇朝很感兴趣，但现在对你更有兴趣。情报中的废物亲王竟然亲自找上门来，还攻破了防御阵法，想必是你手中有什么破阵秘宝，说不定你跟大燕皇朝的秘密更加接近。拿下他，记得注意分寸，别伤到了。都别动手，
先让我跟他好好玩一玩。亲王大人，他应该就是血云楼的副楼主猎炉手黄刚。这名头听上去挺唬人，楼下100人，楼上10多人。等会儿动手的时候，不能让任何一个人逃走，免得暴露消息。看样子，大炎皇朝的亲王比想象中胆子要大一点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呀。楼主，我能不能玩得狠一点？疗伤的费用从我赏金里扣。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别弄死了。小脸长得还挺俊，细胳膊嫩肉，白白净净，看样子大炎女帝喜欢你这块小白脸啊！哎，你们说我这一拳下去，这小白脸会不会哭鼻子？搞不好还会尿裤子呢。皇爷别一拳把人打死了，可不好向楼主交差呀。朝这儿打，不敢。怂货，不知好歹！这立威，范否？去死！你在做什么？我让你用力。不愧是副楼主，快把自己打死。情报部的狗杂种，搜集的什么狗屁情报？他打的我自己哭什么？这群人没脑子啊！不想想我找到这意味着什么？主人，在他们看来，您只是没有境界的普通人，加上有其他的原因，造成了对主人实力上的错误认知。是其他岛屿的血云楼的人过来了，看样子没时间跟你闲聊了。这还是人吗？逃，分散逃才有希望。逃，只要逃出1人，便可将这怪物的情报传出去。数十位杀手分散而逃，我就不信你1人拦得住。怎么可能？大人真是神武无双，让奴家不禁倾慕。求大人留我一条性命，让奴家侍奉在您身边。是心机鱼焰，善色诱，待目标沉醉温柔相视，破其胸，食其心。不知道亲王能不能抵抗这等美色？你这女人，好歹毒的心思！这，大人从何说起啊？你求饶就算了，还要侍奉我，这让女帝怎么看我？她要是误会我生活作风不检点，因此休了我，我还怎么当日子人？心思如此险恶，断不可留。我不出狠手是怕让人误会我做贼心虚啊！小丫頭，你做个县长，万一哪天暴露，记得帮我证明我为陛下守身如玉。你个蠢货！看到没有，计谋被我戳穿，恼羞成怒了。亲王大人，您会不会搞错了？你还小，你不懂，这种人我前世见多了，绝对不怀好意。亲王到底是不太正常，还是心性坚定？不，亲王这么厉害，就是心性坚定，不为外物所惑，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人了。该死，该死！大燕皇朝果然有大秘密，不然这个亲王实力怎么会这么可怕？亲王楼上的宝库能吸引住他的注意力，这分明就是个怪物啊！明明没有境界的普通人，肉体却强到离谱。这些浮空岛都是我早年偶遇的遗迹，强度就算面对10阶圣境也能扛住一会儿，没想到居然被萧天隔空一拳一个。我云尊鸾能够崛起，全凭早年遗迹的收获。根据遗迹内的文字记载，遗迹隶属于久远时代的大炎帝国，而大炎帝国和大炎皇朝关系千丝万缕。现如今，各方势力都对着大炎皇朝虎视眈眈，尤其关于大炎皇朝的秘密，原以为亲王能破开阵法，应该是有什么秘宝，没想到他的能力竟是如此恐怖。总算是走了。哟，找到你了！我去，你是小孩子吗？还躲床底？我逃！看我把这里给炸了！这下他恐怕出不来。你逃个屁呢！说起来真好笑，这家伙竟然躲在床底下，真是魔幻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谁敢相信南荒域的杀手之王被人跟灵鸡仔一样甩来甩去，还被亲王吓得躲到床底下？我已经收敛灵气，屏住呼吸，
甚至控制心跳暂时停止。你到底是如何发现我的？很简单，我听到了你血液流动的声音。听到血液流动的声音，这是什么听力？我回答了你的问题，现在该我问你了。你为什么盯上了大炎皇朝？说出来能换条命吗？那算了，我不问了。娘啊，亲王好可怕，我想回家。走，回家吃晚饭。亲王日子保住了，血云楼也覆灭了，因有不少无辜之人免是无妄之灾。双赢啊，双赢啊！亲王大人，您刚才落款留名阎王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老家时的一个代号，没什么。代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我的老家呢，有句俗语：阎王让你3根死，谁敢留人到5根？对了，回去不要乱说话，知道了吗？是。不错，小朋友就要乖乖听大人的话。我也不小了。行，你很大。我怎么忘了？亲王可是连血液流动都能听得清的怪物。东西找到了，好险好险！这可是定情信物，若是弄丢了，陛下的怒火我可承受不起啊！不愧是亲王，说谎脸不红气不喘，丝毫看不出破绽。好了，回家吃饭。亲王太胡闹了，也不知道附近还有没有血云楼的杂碎。少将军，别怪我多嘴，你们刚才太冒失了。刘姐，这不是没事了吗？还是别说了。哎呦喂，我的好姐姐，亲王听得到啊！少将军，我也是将军麾下的老人，看着你长大，别嫌我唠叨。你寻常不是这性子，怎么今日陪着亲王胡闹呢？血云楼那帮畜生，行事向来肆无忌惮。亲王出事，我无所谓。你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没法向你娘亲交代。刘姐，你又想起他了吗？刘姐，你的未婚夫是一个英雄，如果不是他只身一人拖住了血云楼的杀手，那个镇子的百姓恐怕就要被屠了。我听娘说过，刘姐带着人马驰援到的时候，镇子口的那个浑身是血的男人明明已经断气，却依旧稳稳地站在那。陛下都曾说过，他是大言脊梁。唉，少将军，你忽然说这些做什么？没什么。亲王有什么喜事吗？只是觉得刚才好像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安息吧。我们怎么有些听不懂？亲王在说什么？灵儿，你这是急着去哪儿啊？爹爹，女儿打算去宫中一趟。去宫中？这还是我那个只喜欢穿一身劲装的女儿吗？是的，临走之前，陛下叮嘱女儿要照看着点亲王。现在正要入宫随从护卫。那亲王在宫中有禁卫保护，哪里需要你这么上心？更何况听闻那亲王贪图享乐，无所事事。爹爹，你又没跟亲王大人相处过，怎么能随意评价人家？灵儿，昨日还挺排斥这萧天，抱怨娘亲给他招了个破差事，怎么今日就变了卦，肯为那个萧天跟我这个当爹的顶嘴？不妙啊！什么是日子人的最高追求？这就是舒坦啊！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身边宫女伺候，还有系统播放特效大片，一个字：爽！美好的退休生活。陛下御驾亲征，于前线厮杀，可他的夫君却在这贪图享乐，实在是让人气愤。少将军，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少将军吗？你这小丫头跑来干什么？陛下让我保护亲王，当然要恪尽职守。哪凉快哪待着，别凑热闹。谁要你保护了？你跟在我边上，万一哪天口误，把我暴露了怎么办？亲王是不是在找死？就少将军的脾气，到时候动手，我拦不拦啊？我不走，我就待这儿。这是陛下的命令，我可不想抗旨不遵。完了，少将军恐怕真的坏了，一定要将这件事汇报给将军，不然恐怕有大问题。亲王虽说有个好皮囊，但祸国殃民呢。先是迷惑了陛下，一定要跟他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成亲。少将军身为大炎皇朝的天之娇女，竟也被这妖眼亲王迷惑了。消息属实吗？千真万确，有人亲眼看到疑似灵气的小型岛屿落于陆阳山中，灵气上挂着血云楼的牌子。难怪陛下一直找不到血云楼总部。怎么了？少将军，血云楼分楼灭了。然后呢？少将军，难道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吗？血云楼分楼被灭了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！
我刚才一下没反应过来。这小屁孩太假了，就这破演技，不会分分钟露馅吧？若是往常时候，这的确是好消息，可眼下不好说了。为什么？刘姐，你丈夫的仇这不就报了吗？为什么不是好消息？少将军，血云楼分楼在大炎皇朝被灭，血云楼总部那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现陛下御驾亲征在外，若血云楼总部此时发难，大炎皇朝恐难抵挡。万一那位南皇城的杀手之王再亲自出手去北疆战场添乱，杀手之王，少将军居然在偷笑。以我对少将军的了解，他应该忧心忡忡，恨不得去北疆找大将军汇报情况，商讨对策。现在他居然在笑。少将军，你在笑什么啊？大炎皇朝生死攸关的时候，少将军怎么能笑得出来？难道已经沦陷在萧天难色中了？啊！其实是国难当头，你还嬉皮笑脸，成何体统？挨打要立正，还有脸哭？憋回去！好险，刚才差点说漏嘴。刘统领别和小孩一般见识，他不懂事，你不能不懂事啊。我这……刘统领，大炎皇朝国运昌盛，不管有什么困难，肯定会转危为安，你也不要太担心了。钟离这孩子，我等会儿就好好教育他。你还有事可以先去忙，没关系，跟上。哦，统领，如果属下记得不错，您是看着少将军长大的吧？刚才怎么搞的？咱们成了外人。少将军认识亲王也才2天不到吧？而且少将军在亲王面前太听话了吧？问题比我想象中严重，你赶紧写信给大将军，顺便告诉一下钟尚书。明白。你是傻子吗？你刚才血云楼3个字出口，后面怎么解释？拜托呀，我只想当个日子人，你别搞我呀！动动脑子，管住嘴，不要胡说八道。我知道错了，再也不会了。所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别拿你那蹩脚的借口唬我啊！亲王大人，请收我为徒，我也想像您一样那么强大。我又不懂修炼，教不了你。怎么会？亲王您明明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不懂修炼？我完全是投胎投得好。亲王大人，我不是3岁小孩了，请不要这样糊弄我。你长大是用脑子换来的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？而且我也没糊弄你。哼，走了，小屁孩。妙啊，人生当如此。不愧是有着山王之称的野猪啊，吃了一次还想吃。野猪啊野猪，你长这么好吃，一定是为了满足我。统领，你不在宫中值守，跑来这儿做什么？统领，天机阁最新消息，血云楼被神秘强者尽数覆灭，连同杀手之王云森来在内，一众高手都确定死去，有尸首为证。从今往后再也没有血云楼了。什么？血云楼灭了？那我这半个月来不是白担心了？好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是啊，半个多月前你说血云楼要是能被隐世大能灭了就好了，结果血云楼就真的没了。真是巧他妈开门看到巧在门口，巧到家了。真希望这血云楼不开眼，招惹了隐世大能，被灭了就好了。统领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7天前吧？的确是那天。怎么了？根据天机阁情报，血云楼覆灭也在17天前。有人替你报仇了，真好。亲王大人，谢谢。那人家嘴巴开过光，跟我没关系，不要胡说八道啊！这么闲的话，替本王割肉去。没意思。不客气。老师，会不会是大炎皇朝做的？覆灭血云楼的凶手有嫌疑的对象很多，唯独大炎皇朝绝无可能，他们还没这样的本事。走吧，如今紫若烟被老伙计拖住，正是我们的绝佳时机。老师，我们去北疆战场？不，去青岩山。这个老东西还真是够硬的。上次交手，他已经被朕的剑气所伤，再交手，朕必斩他。嘿，那是自然。陛下为当世冠绝天下的天骄，区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东西，哪里拦得住您？大将军，皇传来了2封信，刘晏和杨明的信。血云楼在我们大炎皇朝的分楼被陌生强者覆灭了。陛下，这刘晏身为禁卫统领，绝不会在这件事上作假。竟然有这种事，有些不妙。血云楼总部那边恐怕会有所动作。钟将军写的什么？拿给我看看。沉迷萧天难色，天天精心打扮，甘愿陪伴左右。萧天
有这么大的魅力吗？朕当初倒是没看出来，俊倒是挺俊的，可是再怎么俊也不能……哎呀，真是的！死丫头，回去不打得你屁股开花，老娘就不是你娘！我这一掌有这么大的威力？哎，钟将军，看那里！以无之力化作灵光，点我将士直入敌疆。杀！为了蛮国！陛下，守城交给我，你去对付那个老东西。好，你小心。贾诩，你当真是不要命了？老朽为国博未来，死又何妨？巨国来犯，蛮国的未来已被你亲手葬送。出了蛮国，没了护国大阵加持，你不是朕的对手。不愧是大燕女帝，果然风华绝代，冠绝南荒域年轻一辈。风阵，原来如此，后显是在画阵。不错，这染血风灵阵由我亲自坐镇，没个10天半月，大燕女帝可休想脱困。破不了北疆边关，困阵于此，也不过枉费心机。黑魂殿出了一笔老朽无法拒绝的价钱，让我拖住你。想必黑魂殿的独爪老人已经到了大燕境内了吧？可怜大燕皇城的百姓哦！贾诩，若是大燕生灵涂炭，朕要你们整个蛮国陪葬！陛下，不要过来，死守边关，不要让蛮人突破。认命吧，大燕女帝。用了这染血风灵阵，你再无突破境界的可能，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大燕皇朝的水太深，连你父皇都把握不住。我们蛮国现在只想远离大燕，那笔报酬就是资本。轩辕楼总不可能的报复，黑魂殿独爪老人的威胁，不能心急，要冷静下来，得想办法脱困回云，让损失减少到最低。不愧是女帝，没有被情绪控制，而是蓄精养锐，找时机逃脱。可惜了那些无辜人，没办法，为了蛮国。这里打的野猪肉就是要香得多，水也甘甜，好山。亲王大人，你这也太能吃了吧！消化好，没办法。主人，您这副身体实在太过强大了，需要不断进食才能维持能量。这儿山好水好的，若是能够包下来专门养些牲畜，岂不是妙哉？怎么少了个人？你们头儿刘烨呢？我拜托他去青岩镇带点青岩酒回来，让亲王大人尝一尝。青岩镇，当初她丈夫死守的镇子就在这附近。是的，我想刘姐肯定也想将轩辕楼覆灭的好消息告诉她丈夫。亲王大人，可别怪我自作主张。再说，青岩镇的酒用山泉酿造，真的别有风味。你能不能淡定点？毕竟本王又不是什么恶鬼。还不是亲王当初杀气全开的模样让人印象深刻。青岩镇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既然镇上的酒不错，食物方面应该也不错。带路，我要去这青岩镇实地考察一番。啊，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万一我们去镇上，刘姐刚好回来，彼此错过了呢？这简单，你们留在这儿，约莫半个时辰后，没见到我们和刘燕回来，就带着东西回宫。亲王大人，我们的职责是守卫你的安全。那个，行了，你们加一起都打不过这小丫头，没必要，就当你们放假半天，好好休息一下，劳逸结合嘛。听说大燕皇朝女帝的禁卫团都是战场老兵，经验丰富，实力强劲。如今看来，不过如此。与蛮国合作，逼陛下亲征，黑魂殿真是好算计。我说的对吧？黑魂殿六邪的独爪老人向元白，爱徒穿心剑古红帽，血祭青岩镇的人要点时间，赶紧给他解决了，别惊动了其他盯着大燕皇朝的人。老师放心，老师放心，我定会让他舒舒服服的走。你怎么不叫了？喊起来呀！去死吧！夫君，我来找你了。什么？还没刺下来？你想对我的护卫头子做什么？亲王，小丫头，休他！交给我。
让你打个9，怎么差点把自己给打死了？我居然以为是亲王帮我挡下的攻击，明明是少将军才对。亲王，旺财，把从杀手组织拿到的药丸给我，吃药。这么看来，亲王也不是那么招人烦。亲王，你快让少将军带你离开，那是黑魂殿的向元白，留在这儿会死的。旺财，这个老头的实力很强吗？目标境界为7界觉醒境8重巅峰，灵气属性为水、毒混合，擅长毒攻。怎么在我的感知里，这老头和钟灵、刘晏都差不多？银烛之火曾与日月争辉，对您来说，境界的差距意义不大。钟灵这小丫头肯定赢不了啊，怎么办呢？刘晏就在我旁边，我若出手，那女帝那边要是女帝知道了我的实力，那我惬意的好日子不就没了？亲王莫怕，我拼死也会让你离开。我只想在你面前把这老头一巴掌拍死。刚靠丹药治好伤，这么急着送死干嘛？我手臂已经快好了，刚才的药多昂贵啊，应该是陛下赐给亲王保命用的吧？如此看来，亲王也没有那么差劲。亲王大人，少将军不能折损在这种地方，再过一下，我会拼死帮你们争取逃走的时间。皇城有保护阵法，就算是毒爪老人也攻不进去。只要陛下回来，他会为我报仇的。少将军变得更强了，那是剑意雏形啊？什么雏形？这除了挺好看的，还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剑意雏形，一旦凝聚成剑意，同境之中不成剑意的修行者根本不是少将军的对手。少将军太厉害了！该死，他明明比我小，境界比我高就算了，还领悟了剑意雏形，凭什么？这是凭什么？剑法乱了，还有机会！就你这样的货色，还敢来大爷撒野？拿命来！会死！不好，不好！剧毒，若是我反应慢一点，我的手……人外有人，这下可清楚了。老师，清楚了。不逃跑，还敢动剑，小姑娘勇气可嘉。萧亲王虽说是个废人，但模样着实称得上是凤毛麟角，怪不得女帝找了你这种货色当丈夫。又是两个不知亲王大人多恐怖的可怜家伙啊！亲王现在还有心情喝酒？毒爪老人向元白，我早就听过你的大名，也知道今日恐怕凶多吉少。我想用女帝的一个秘密换我一命。萧天，你……亲王大人，您身上的酒味也太浓了吧？刘姐好像真的信了，得安抚一下，万一被亲王误伤就惨了。刘姐，亲王有自己的考量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。有些事情我现在不能跟你说。少将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理智了？女帝的秘密有意思，老夫答应你，若这秘密有用，可饶你们性命。你让他们两个先走，这样就算你在知道这个秘密后反悔，起码还能活下来2个人。他竟然是为了先救下我们！亲王大人，护你周全为我职责所在，不如你将秘密告诉我，我替你留下。胡闹！你当这位向老前辈脑子不好使吗？我怕死，留下来是会说秘密；你不怕死，留下你有什么用啊？你老实是按照我的剧本走不好吗？不好吗？不好吗？在这里，你说了不算。你说什么？你只有一个选择，说出秘密。若你说出的内容让老夫满意，老夫可留你狗命，伺候在老夫身边。哎呀，向元白这辈子是到头了。向元白，你实在是欺人太甚！你还真是搞得我没话说。既然如此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我真的搞不懂，为什么好好说话，你们这群人永远不愿意听？我真的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实力，只是简单的想把这个禁卫统领支开，就让你这么为难吗？唉，问你话呢，吭声啊！我都是误会啊，前辈。才20出头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啊？哎呦，这位大人，对不起，我说话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大人，我吼这么大声干嘛？吓到我了，知不知道？少将军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如你所见，亲王大人强得过分，
这件事可千万不要告诉陛下，不然你就是忘恩负义。原来少将军性情大变，对萧天言听计从，是因为萧天过分强大。少将军，血云楼该不会……不错，覆灭了血云楼的神秘强者，正是亲王大人。亲王大人也太厉害了！亲王大人，快退开！晚了，老夫不惜燃烧寿命施展的明毒爪，小天，你可要好好享受老夫燃烧了30年寿命的剧毒沐浴。你的肌肤会开始溃烂，血肉被腐蚀，骨头会变得如木炭一般脆弱，一捏就碎。挣扎吧，越挣扎陷得越深，毒素也会加快侵入你的身体。嘿嘿嘿，就算你实力强劲又如何？还是着了老夫的道，哪怕是10阶肾境，在这毒沼泽里，无法避免毒素侵入体内。少将军，快救人！刘姐，你就不要上去给亲王大人添乱了。可这是明毒沼，亲王大人的确很强，但是毒……不，你太小瞧亲王大人了，他不是很强，他是强的离谱。我就知道，你这一招不错，燃烧自己的寿元，替我去死皮。话说回来，你这玩意儿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别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呀！就这么碎了。的确蛮厉害的。嘿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谁？你小丫头，白了没？嫩了没？亲王大人，你怎么还臭美起来了？小丫头懂个屁！长得帅一点，方便诱惑女帝呀。方不方便问一下，你寿命还有多少？你什么意思？没啥意思，就想知道你能用几次明毒爪。这东西啊，能美白。你如果寿命不够了，记得提前跟我说哈，我给你准备延寿丹药。你这个畜生啊！士可杀，不可辱！老夫就自杀了。黑魂殿6邪之一，能到这个位置，按说心性应十分坚韧才对，竟也被亲王气自杀了。为什么？我很真诚的，我都想着饶他一命，怎么就自杀了呢？做个人吧，亲王。亲王大人，还是考虑考虑怎么毁尸灭迹吧。少将军说的不错，尤其是这明毒爪，如果不处理的话，有点麻烦啊。这次闹得有点太大了。记得没错的话，顺着这个方向一直走，就是大炎皇朝了吧？是的，那边的确。亲王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毁尸灭迹。亲王大人，您到底是怎么理解毁尸灭迹这个词的？只要彻底的改变地貌环境，看不出过去的一点痕迹，就叫毁尸灭迹。亲王，你这个叫改天换地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那毒爪没了，我不小心堕裂的2座山也没了，任谁来过都看不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唉，我实在是跟不上亲王大人的想法，你一拳把这个地方都毁了，人家当然找不到痕迹啊。好离谱啊！糟糕，青岩镇的百姓不会看到外面的情况吧？亲王大人，放心吧，镇子外有一层防御阵法，为了提高阵法的防御力，牺牲了一些不必要的功能，例如看清楚外面。啊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这悠哉的日子就要这么结束了。我去旁边的林子等你啊，处理一下这青岩镇的事情，记得带酒过来啊。亲王大人真是与众不同，明明拥有这么强的实力，偏偏甘愿吃软饭，当个没心没肺的闲散亲王，真好，不是吗？小叶，不要怕，我们来了。青岩镇的人就没有孬种，来吧，我们不怕。山呢？怎么不见了？老镇长，咱们已经安全了，都快些回去吧。山呢？山咋就没了？当时亲王背着一座这么大的山，蹦蹦跳跳的过来毁尸灭迹，亲王的速度快到连山岳这首符都扛不住。亲王大人通过听血液流动的声音，找到躲在床底下的。等等，那我们背后说的那些坏话，亲王大人都听得到？当然听得到。你说我祸国殃民，色诱陛下，
是个妖男。你还说我吃着碗里瞧着锅里，招惹钟灵这小屁孩呢？刘姐，你在胡想些什么呢？对不起，亲王大人，对不起，少将军。行了，我可没这么小气，赶紧赶路了。没想到刘姐在自家居然这么八卦。等等，在家？亲王大人，你在亲王府还能听到刘姐在自家说话呀？听得到。偷偷告诉你，刘姐背地里是个话痨，经常叨叨个没完。刘姐，不是吧你？让你吐槽我，尬死你，尬得你用脚抠皇城。回家。亲王大人，我也想去宫里吃晚饭。不行呀，就因你在宫中吃了几天饭，你爹天天晚上都骂我，烦得要死。亲王大人的听力也太夸张了吧！中府距离亲王府已经够远了，这都能听到。亲王大人，你就让我去宫里玩吧，别这么小气嘛。少来这一套，老实回家吃饭。有爹还不知道珍惜，我自小没爹没娘，被人收养，在刀尖上讨生活。你这小屁孩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这……行了，别露出那副表情了。我现在日子好极了，不必因为过往风霜怜悯我。那我听亲王大人的，这就回家了。这才是乖孩子，回！你在干什么？亲王，你是陛下夫君，做出此番不检点之事，何以颜面面见陛下？钟大人，亲王大人跟少将军清清白白，你怎么可以随意开口污蔑？不是我。钟大人，你身为将军的丈夫，又身居高位，怎能不分青红皂白，凭空诬陷亲王？你这样让我对你很失望。天哪！如此重情重义、刚正不阿的女子，竟也陷于萧天男色之下了。刘烨，你怎么？钟尚书不要误会，我是觉得单凭一眼便断定亲王如何，有失偏颇。亏亲王大人还劝我留在家中用膳，多陪爹爹说说话。灵儿，爹不是。既然钟大人还有家事处理，我就先离开了。今晚这饭，爹您自个儿吃吧。钟尚书放心，过一会儿我会亲自送少将军回来的。苍天哪，这世道怎么了？南边涌入的流民还没解决，女儿还不听话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哇！大家请用餐。亲王大人，就是这个。当初爹一个穷酸书生，就靠着这一手骗了我娘的芳心。没大没小，怎么能这么说你爹啊？我闺女能怕这位亲王什么呢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先道歉吃饭吧。亲王，我敬你一杯。先前爱女心切，多有得罪，向你道歉。灵儿顽劣，这些时日叨扰亲王了。送饭辛苦，开饭。味道确实厉害。什么叫生活？这才叫生活。什么叫日子？这才叫日子。果然，看人不能看表面。不过，亲王对于这种吃喝玩乐好像有种特殊的执念，太奇怪了。亲王，有话不妨直说。那个钟尚书，本王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亲王请说。钟大人手艺绝伦，本王想常来钟大人这里吃饭。刚对亲王有些好感，这又开始犯浑了，让我堂堂户部尚书给你当厨子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个人出100万灵石，给户部用于东部流民赈灾。亲王，您明天想吃什么？正好我休沐亲自去挑选食材，保证你吃得开心，吃得满意。灵儿，你明天帮爹一个忙，买套厨子的衣袍，亲王的餐食马虎不得。钟大人的变脸绝活真棒！你们懂什么？南边流民不能拒绝，又没钱安置，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。如今给亲王做几天厨子，事情就解决了，省心省心呐！亲王大人，这灵石没问题吧？别是出自皇宫，要是陛下追究下来，我们无法承受陛下的怒火呀。放心吧，这些灵石是别人不小心得罪我，赔偿给我的。谁得罪亲王您了？居然要赔那么多钱？嗨，前尘往事莫再提起。你可千万别说这灵石我给的，这可是私房钱，让陛下知道了不太好。亲王请放心，我定守口如瓶。这样就好，这比私房钱来的可不容易，你根本无法想象我经历了什么。亲王大人，
我替南疆未来的百姓感谢你的付出。好说，以后多做一点好菜就行了。放心，一定。血云楼逼你灭他满门是吗？不仅灭满门，还拿走所有收入，美其名曰血云楼的补偿。不过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地方了，我的这个私房钱，中尚书打算怎么花？购买赈灾用的粮食和物品送去，并且出资打造临时屋宇，让他们有安身之处，等耕种收获。这样不行，太浪费，而且容易出事。为什么不去尝试以工代赈？以工代赈？南疆这帮流民啥都缺，就不缺人，对吧？这钱为何不用来雇佣他们做事呢？这，我们赈灾救助怎么能雇佣别人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一大帮人聚众在一起闲着，一出事端，不如把钱换成粮食物品，当做工钱，雇佣他们修桥补路，开垦荒田，既建设了大盐，又让流民们吃饱了肚子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将同乡流民打散，安插各处，融入当地，避免认识的人聚集在一起壮胆闹事。你品，你细品，这妙啊！这计策真当是。亲王，以后嘴馋了，尽管招呼我。别的我不敢说，这手艺，整个大燕皇朝，我说第一，无人称第二。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待会儿本王要吃夜宵，没问题。嘿。女帝要晋升到9阶入圣境了，速速撤离，回国！哼！快跑！老东西，逃得真快，但9阶入圣境的剑气，你躲得掉吗？哪里来的寒意？9阶入圣境，果然可怕。副将军留在这里善后，事情处理妥当之后，率军回朝。钟将军，随朕先行回去，应付动乱。是。陛下，不要太过忧虑，如今各处都有阵法，多少会拖延一下督招老人的行动。督招老人是8阶超脱境，大多数阵法拦不住他。若非朕及时突破，这次大燕只怕……黑魂殿的畜生，最近插手我们大燕的频率越来越高了。如今只能希望大燕没有遭受太多的损失。钟将军，朕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儿应该是有2座山吧？回殿下，应是3座大山，可这山呢？附近没有堆土，但是远处山上却是蒙上一层尘土，那人恐怕是一击将3座山打得粉碎，化作尘雾散开。一击？陛下，你已经是9阶入圣境，能否比过此人？钟将军太看得起朕了，朕连此人的实力都看不出来，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陛下，难道出手之人会是10阶圣境？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如果是圣境强者出手，朕看得出来到底会是谁。没想到刘晏竟然卷入了黑泽老人这件事当中，不过也好，可以从他口中知道一些细节。虽说是擅离职守，但也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。朕不会因为这种小事怪罪他，只不过是不愿意保护亲王而已。我来吧，亲王大人，怎么能让您亲自提？亲王大人，我就说我绝对能抢到青岩山的水团子。有杀气！媳妇，程琳，老娘是看你几天没被打，屁股痒了是吧？娘，完了，娘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如果我没眼花，旁边应该是陛下吧？少将军，我先前对你和亲王大人的关系有所误会，写信告知了将军。啥玩意儿？刘统领，你这不是害我吗？死丫头！小屁孩还嫌事不够大，躲你刘姐后面啊！亲王大人，你就帮忙挡一下，陛下在这里，娘不会对你动手的。亲王，让开。你确定？这将近2米的身高，肌肉发达的恐怖，简直就是金刚8比重的金刚。钟尚书，你是真男人。钟将军，大庭广众之下打孩子，可是容易让他有心理阴影的。亲王，我是看在陛下的面子跟你讲道理，可不代表我不敢出手。不，娘，你绝对不能对亲王大人动手，你要打就打女儿吧。钟将军，使不得，还是冷静下来再决定。灵儿、刘晏，哎呀，你们2个，哎，傻闺女，这是陛下的男人，哪里是你能够惦记的？娘啊，
可千万别动手，万一亲王还手，我和爹可怎么办啊？亲王大人，可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巧遇熟人阿姨，各位乡亲不要紧张，都散了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先走了。亲王大人，有事喊一嗓子就行。大人，天色已晚，不如去我那宅院休息好了。客气客气，我还要赴宴，得先行一步。萧天的诱惑力这么大，这几个百姓都是男的。我媳妇真好看，看这曼妙婀娜的身姿，宛若星光的眼睛。眼睛？你做了什么，让青岩镇百姓如此爱戴？朕很好奇。啊，这道题我会。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开始好奇，就代表着她输了。我问他问题，不回答就算了，傻乐什么呢？砸钱就行，我出钱替他们修路。你哪里来的钱？如果朕记得不错，属于你的开销并不多。陛下别忘了，我可是你的夫君，大炎皇朝唯一亲王。这段时间我是收礼收到手软。看样子朝中富商还真是不少嘛。但是仅凭修路，不至于让百姓如此感激。的确，这位亲王不学无术，怎么会受到青岩镇百姓那么爱戴？因为亲王大人让青岩镇的百姓过上了好日子啊。青岩镇盛产好酒，可一直只在皇城散卖，价格便宜，只挣些辛苦钱。于是亲王就想办法做了个什么品牌包装。梅姐，青岩山水，好水酿好酒，大岩品质，100年老酒镇，青岩酒，大岩的酒，女帝喝了都说好。借了陛下的名号，加上中尚书作保，青岩酒已经更名为了青岩女帝酒，成了皇城最高端的酒水。如今一坛酒千金难买，只是说来惭愧，我只是没什么实力的废人，只能借陛下的名头用在酒上。没错，你是废人，不过就是灭了血云龙满门，一拳轰过3座山什么的，真的很废。废人？你是朕的男人，大炎亲王，谁都没资格评判你是什么废人。往后若有人欺负你，朕替你一剑斩了。该死，他撩我！来人，帮我那盛软饭的瓦换成铁的。多谢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、倾国倾城、天下无双的娘子陛下。油腔滑调，朕向来不喜欢这种花言巧语。亲王，女帝自小就要强，心性坚定，对付小姑娘的招数对陛下可没用。什么没用？那是我家女帝老婆傲娇，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喜欢的。你娘懂个屁！陛下，一会儿回城到我家吃个便饭吧。极好，中尚书的厨艺，朕很期待。感觉实力好像提升了。方才女帝紫若烟的境界，如今如何？尊敬的主人，女帝紫若烟，如今境界为9阶入圣境1重。出去一趟，不仅境界提升了，还把北疆战事解决了。老婆真棒！正好赶上我家那位亲自下厨，看来是感觉到我回来了。有些事情不知道才是幸福的。小老弟啊，今天你算是有口福了。弄几个拿手好菜，配上你改进的青岩女帝酒，咱们不醉不归。小老弟，我家那位怎么也被亲王吸引了？臣钟阳明，见过陛下。和过去一样，钟叔就当我还是那个来蹭饭的小姑娘好了。这实在是……我去下碗筷，陛下不妨先坐。我和陛下不在的这几天，发生了什么？钟阳明不会说漏嘴吧？要让媳妇发现我的才干，让我帮忙处理政务怎么办？钟阳明，你这菜做得很用心啊！啊，这是青岩酒。陛下，的确是青岩酒，以前也喝过，但这很好喝，怪不得千金难求。不仅是名头，质量也是上佳。陛下说的不错。亲王大人不仅出资在青岩镇建设酒厂，雇佣百姓，改进青岩镇酿造技艺，让青岩镇焕然一新，还主动上税，为皇商们做表率。救命！来个人把他打晕吧，我可不想失去安逸的日子。亲王不好意思了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只此几句，何以证明亲王大人优秀之处？还要说？南疆流民之事，亲王大人出谋划策，亲自出资，所求回报不过是来臣这儿吃几顿饭。亲王大人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造孽呀！你
有如此才干，为何还要说自己是个废人？我要怎么说？我只是单纯的想偷懒。给朕好好工作，不要偷懒。我的美好日子，不要走啊！嘚瑟个鬼啊！要被你害惨了。朕倒是没想到你还懂酿酒啊，略懂，就是这吃喝玩乐比较擅长一些。能让中书夸奖的人并不多，你为何一直眉头紧锁？这要怎么回答？如果朕没想错，你只想过吃喝玩乐的日子，害怕朕让你为官替大燕劳碌，对吗？放心，朕答应过你，让你做个闲散亲王。朕用符箓召你过来，本身就有亏欠，所以朕不会让你做什么，开心就好。天，不要再撩我了。若再有人嚼舌根，朕也愿意为你做一回暴君，斩几人脑袋，震一震朝堂上的魑魅魍魉。这就是被女帝包养的感觉吗？爽！话说回来，独招老人死在青岩镇时，你也在场，详细说说。是的，陛下。真是一拳！钟将军反应好大。这个强者可留下名号？他留下的名号是阎王，而且他还覆灭了血云楼总部。今天机阁确定，杀手之王云尊来申云。这此话当真？陛下，我跟血云楼的恩怨你很清楚，这种事情我不会弄错的。如果有机会得见阎王老前辈，朕定要亲自好好感谢一下。他这替天行道的义举，可是解决了大燕王朝的心腹大患。虽然不知道阎王前辈是敌是友，不过有他在，大燕获得的益处大于弊端。黑魂殿和血云楼欺压大燕多年，阎王前辈出手后，至少在外人看来，前辈和大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没错，有了阎王前辈的存在，最起码能让那些觊觎大燕的人投鼠忌器。陛下真的好宠亲王。不过陛下，您已经归来，后日是否上朝？那是自然。北疆战事已定，也没了拖延借口。按照规矩，明日朝堂之上，陛下得让亲王面见群臣，到时陛下要护着点亲王。面见群臣，什么意思啊？按照大燕皇朝规矩，陛下成婚需和亲王一起面见群臣，通俗来讲就是见婆家。不会有麻烦，对吗？陛下，还是跟亲王说下其中缘由吧。与你成婚，朕是给自己一个交代，并非拿你当什么挡箭牌。希望接下来朕说的事情不会让你不痛快。好，我明白。这件事要从丞相刘傲天说起。大燕皇朝的丞相名唤刘傲天，父皇失踪前，他就在这个位置。他还是朕的相府，也是老师。刘傲天，这名字认真的吗？父皇失踪头年，长兄继位，蛮国南下，他御驾亲征，战死于北地。二皇兄继位后，南疆黑魂殿爆发战乱，波及大燕。他南下平乱，开疆拓土，却在最后中毒而亡。朕在刘傲天的帮助下登基称帝。那一年，朕16岁。刘傲天承诺18岁还政于朕，但是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刘傲天结党营私，一时间权倾朝野。若非朕暗中谋划，且修为天赋还算不错，2年从无到有，晋升为7阶觉醒境，只怕很难拿回皇权。陛下，如今你早已及笄，当初先皇曾和臣下定下关于陛下和犬子之间的娃娃亲，是否该提上日程？您也该考虑子嗣了。不急，朕当时一拖再拖，直到在库藏中偶然学到召唤符箓，让你来到了大燕皇朝，成了朕的皇夫。刘傲天定然要为难你。难怪他刚开始要解释说不是拿我当挡箭牌，如此看来，的确不是，不然早就推我出去了。莫非他在害怕？朕虽然有些忌惮刘傲天，也应当守规矩，但是你要是不愿意，朕定然会替你挡着。朕若是连你一人都保不住，何谈保住父皇和2位兄长留下的大燕？不用，我去，反正有陛下保着，朝堂之上，他刘傲天还能斩了我不成？他斩你？你别在朝堂上发脾气，把丞相弄死就好。你没必要如此。若被刘傲天抓住了机会，朕担心他虽是文臣，可诡异得很，朕都看不出他的境界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朕不想和他动手。陛下，臣相信亲王。亲王虽贪图享乐不着调，但其实极为难缠，未必就会吃亏。你是在夸我吧？对吧？陛下放心吧，亲王才不会吃亏呢。既然亲王大人都决定，陛下不如成全他好了。你们2人倒是对他信心十足。因为爹说的有道理啊，亲王大人才不好对付呢。
真不好对付。陛下，这也是跟刘傲天一次交锋的机会，你的境界突破，底气更足，不怕那个老东西。朕实在担心，万一朝堂之上，我相信你。你不怕吗？我的妻子可是一剑定北疆，绝代风华，执掌天下的一代女帝，有什么好怕？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朕也不劝你了。这些日子应是堆积了不少奏折，朕先回宫处理去了。礼尚往来，总不能光你撩我，我不撩撩你吧？还着急处理奏折，口是心非啊！有人跟踪，真蠢，被发现了都不知道。不过这是丞相派来的，罢了，敌不动我不动。契约之环是强大监狱召唤弱小监狱的人而留下的约束，是法则，也是规矩。按照记载，10阶圣境的存在才有可能斩断。亲王大人，您这是……待累了，换个手待啊。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吗？我关心的是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怎么这么轻描淡写啊！亲王大人，少将军好奇的是您如何将契约之环取下来，还换了个位置。我怎么做的？你们不是看到了吗？就这么简单，扯了在街上不就行了？这东西到了亲王口中，也只剩下好玩了。亲王大人，你什么时候动手打死刘傲天？哇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我闲着没事做，打死人家干什么？可是刘傲天肯定会在朝堂上为难你，到那时动手，亲王实力不就暴露了？我建议直接夜袭丞相府。亲王，你老是这样，脑子会坏掉的。我看你脑子早就坏了。刘傲天早不死晚不死，偏偏这时候死了，你当女帝想不明白？好好说就是了嘛，老是打我脑袋。过去少将军性子自傲，谁都不服，如今却是被亲王大人压制得死死的，真是一物降一物。好好说，你这小屁孩不听啊！旺财，放特效大片。好的，主人。老规矩，练一个时辰，然后回家。是。你们周围的空间已经被我施压，现在开始按照我教你们的办法练吧。这是我为你们量身定制的练体书。走算是走了，我也能练一会儿了。用1个时辰的训练换他们帮我保密，不亏。嘿嘿嘿。啊，这么晚了，紫若烟怎么还大张旗鼓的过来了？亲王，还愣着这里做什么？随朕入宫就寝，你们可以退下了。这动静也太大了一点吧？这是暗水。旁人以为你只知道玩乐，可却看不到背后你也有下苦功。怎么样，有办法修炼吗？还是没办法修炼，只是随便活动一下，强筋健骨吧。慢慢来，无需着急，有朕在。好家伙，媳妇怎么这么会撩啊？愣着做什么？难道你不休息吗？还蛮有意思的。不要这么的拘谨，仿佛朕要吃了你一样。为了打消外界疑虑，朕会经常来过夜。不是，就是第2次跟女孩子一张床，有点紧张。毕竟从小我的义父就教导我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第2次，第1次是谁？第1次也是陛下，出征北疆之前。大惊小怪，朕的第1次和第2次也是在你身上。大惊小怪的人是你自己吧？说话奇奇怪怪，很容易让人误会啊。朕想要知道，为什么你要去朝堂面见群臣？如果你不愿意，朕并不会强迫你。孤独啊！被召唤来之前，很多时候我都是孤独一人，不知从何开始就是一个人了。我实力太强，没人能当我搭档，做任务都只能一个人完成。来到异世界，就剩我一个地球人，10级孤独乘以2。一个人？是啊，一个人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虽然我们的夫妻有些名不副实，但是某种意义上，我有了一个家人，就是你。有了家人，我们便不再是无垠大海中的一叶孤舟。有些事情，我虽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我仍想在你身边，陪你一同面对。重新认识一下，你好，我叫紫若烟。你好，我叫啸天。我听说北疆已定，陛下归来，这次上朝，亲王也会面见群臣。要我说，陛下对这个亲王那可谓独宠专爱。可我听说，丞相一直想让他儿子和陛下……嘘，小声点，丞相看过来了。本来是我的位置。陛下到！凤仪，
我又不是女的，坐了有点丢脸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这椅子。来人，亲王是男子，怎么能坐凤椅？换了。是。原来如此，这是要告诉群臣，陛下对我宠得很。那我懂了。有本起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事启奏。准。这就有意思了，没想到丞相还是个能臣，不仅对紫若烟提出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，连南疆事宜也能查缺补漏，举一反三。看来大炎皇朝国力蒸蒸日上，刘丞相功不可没。不怕有野心，就怕有野心还有本事。紫若烟能从他手上拿回权力，想必也是困难重重了。陛下，亲王萧天德不配位，败乱朝纲，祸乱陛下。臣请废萧天亲王之位，并且斩。上来就要斩我，有意思。刘姐，快看，亲王不愧是亲王，别人要斩他，他还很开心。嘘，默默看着就好。最坏的结果，无非就是亲王暴露实力，一巴掌拍死刘丞相。亲王要玩，就让他玩好了。怎么，丞相想凭一句话标朕斩了朕的夫君？胡闹！不愧是陛下，九阶入圣境，陛下才20岁，当真绝世无双。不过区九阶入圣境，真是自不量力。老臣恭贺陛下，修为在进。臣等恭贺陛下，修为精进，威震四方。九阶入圣境都看不破他的境界，他还能轻松化解我的威压，看来实力比我想象的还深厚。陛下，修为精进是好事，但大炎皇朝如此繁盛，靠的不仅是实力、能力，还有一个道理。亲王萧天身为陛下夫君，当有惊天为地之才，但却做一些与民争利的龌龊勾当。陛下尊贵，大炎至尊，他却拿陛下的名号胡作非为，满身铜锈，有什么资格做陛下夫君？这就是德不配位，故而臣请废亲王。再者，钟大将军嫡女钟灵遇刺带刀侍卫，终日跟着萧天厮混，不懂男女有别，不懂尊卑。统帅刘晏擅离职守，跟着萧天胡作非为，不务正业。还有户部尚书钟阳明沦为这萧天的厨子，让人贻笑大方。这难道不是败坏朝纲吗？如今陛下这般宠信着萧天，长期以往，是不是上朝都不上了？因此，臣又请斩萧天。这个老不死的，好端端的称我家闺女做什么？我家闺女又没有和亲王不三不四。陛下，丞相此言差矣。亲王萧天造酒厂，改青盐酒，为的是建桥修路，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何谈与民争利？久有陛下之名，那是传扬天下之功。丞相有所不知，你赞不绝口的南疆大计，乃亲王所谋，我只不过是捉刀之人。难怪钟阳明对此事态度古怪，避而不谈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。诸位知道，小女性情乖张，正因跟着亲王才有所改善。刘统领又是青岩镇人，又领护卫亲王一职，随亲王左右也是理所应当。亲王博学多才，为国为民，何来德不配位，败坏朝纲一说？有一手。是吗？钟尚书，证据呢？刘丞相，什么意思？萧天如何有可能有这样的能力？钟尚书，莫不是你将自己做的事情安在萧天的身上了？钟尚书，我真是为你不值啊！你说钟尚书能提供证据吗？应该不能。没想到钟尚书为了陛下能做到这种程度。是啊，那亲王有什么好的？钟尚书至于吗？当初只是亲王跟我口头讲一讲，还真拿不出证据。你说钟尚书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事是我做的，那丞相有证据证明这些事跟我无关吗？既然我和钟尚书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不如这样，这是传承古籍，亲王不妨一观。刘丞相，你要做什么？不就拿了本书吗？看本书还能给我看死了？如果让本王看，没问题。不行，此书看不得。看不看先不提。刘傲天，大炎皇帝好像不是你吧？那凭什么你让我看？
我就得看。我刘傲天对大言忠心耿耿，我是陛下相父，他的老师，我自然是要认真把关。莫非博学多才的亲王连这点考验都承受不住？难道说你根本就是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，跟中尚书联手欺上瞒下，欺君罔上，罪大恶极？这家伙扣帽子有一手，若不是主要人物是我，这番颠倒黑白的话我都信了。亲王，此书不能看，这书为传承书籍，用的是另一种文字记载，若是看不懂的话，就会暴毙而亡。已有17人因为要破解这古籍死去。丞相先前说在大言要讲道理，可你现在提出的这个考验，偏偏又没有道理啊。亲王这是怕了？自然不是，只是觉得有些吃亏。我看不懂这本书，便要丢了性命；我看懂的话，丞相也没任何损失。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点？萧天，你不要胡搅蛮缠，顾左右而言他。你大人讲话，小孩子插什么嘴？没礼貌。刘丞相，你是怎么教儿子的？陛下，臣殿前失仪，还请责罚。刘世美失仪，罚封半年，停身吧。谢陛下。还以为是个容易激怒的家伙，可以当刘傲天的软肋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冷静下来了。两父子都不好对付。这样吧，陛下即位时，我代为监国。当年还政，担心刚掌权的陛下挥霍无度，宫中先帝留下的密库密钥并未完整归还。若是亲王果真了得，那我何须担心陛下？这密钥玉佩也应物归原主。除此之外，臣出300万灵石作为贺礼。公主陛下新婚大吉，这样如何？萧亲王。不够，我要500万灵石，没这个数我不答应。既然萧亲王这么好的胃口，那我也不能小气。600万灵石，萧亲王请。今天萧亲王我吃定。刘丞相，本王就提前感谢你那600万灵石的贺礼了。萧天，不要任性。萧天，亲王，看样子我的这贺礼你无福享受了。完了，亲王自杀的也太果断了。这书一旦翻开，必须看完，看到最后一页不懂得死，中途放弃合拢书籍也得死。为啥？没事，站着太累了，我回去坐着慢慢看。这你也有意见？你们看着我做什么？朝会还没结束吧？你们忙你们自己的，我看我的。小天，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谢陛下关心，我没事。丞相的贺礼，保证给你拿到手。就知道会这样。亲王这个变态怎么可能有事？废物看古籍居然没事，难道说没有修为的普通人不会被古籍影响？看样子做一个没有修为的普通人还是有好处。了解没？朕的夫君就算是普通人，也与众不同，尤为不凡。什么玩意儿？跟鬼画符一样，确定是人写出来的东西啊！旺财，这书中的力量到底是什么？淬体用的吗？尊敬的主人，此书为古神族传承古籍，保护禁制的威力能够抹杀10阶圣境实力的存在，只是您的身体太强，不受影响。古神族传承古籍这玩意儿还真不是人写，看样子这个世界有点意思啊！系统翻译翻译。翻译古籍需要3000任务点，完成系统任务可获得任务点。能不能直接帮我翻译？十分抱歉，主人，按照我的系统设定，需要。话已经放出去了，要是害我丢脸，后果你懂的。任务已颁布，任务内容：做太师以上休息1秒。任务奖励：9999万9999任务点。恭喜主人，您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获得任务点9999万9999任务点。看样子只有给你施加点压力才能解决问题啊！下次改进，懂？抱歉，主人，我会持续改进。什么意思？当着我的面摆弄个不停，是在嘲讽我吗？萧亲王，你可看懂了这本书？可千万不要找借口推脱，说什么估计是假书之类的可笑借口。本王还不屑于跟你玩这种小伎俩。成金册，命令10余人的传承古籍，
如今被亲王大人解开，这等才能应该能入丞相的眼了吧？传承金册出现不假，但萧亲王还没接受传承，谁能够保证不是亲王胡乱翻动书册，触发了什么隐秘禁制，让传承金册自行浮出？不愧是陛下选中的人，没脸看！刘丞相，现在你有什么话说？难道是刘丞相如今要耍赖？你可不要找借口推脱，说什么这估计是假书之类的可笑借口。此事是我看差了眼，不识亲王大才。600万灵石，你可别赖账，拿来吧！刘丞相，多谢。归原主而已，何来谢字？刘丞相，本王说的是这传承金册和那600万灵石。我本来只要500万，可不料丞相大方，还要多送100万。废物要做什么？谢谢你，真是个好人。这人好讨厌。若是将丞相气病了，谁来送贺礼？好了，小天，不要得理不饶人。陛下跟亲王学坏了呀，居然拿刘丞相过去装病的一招来损刘丞相。多谢陛下回护臣的贺礼，午后便会送入宫中。那么朕多谢丞相慷慨解囊，没事的话就退朝吧。恭送陛下。中上说，今日大获全胜，晚上去你府上吃饭。见过萧亲王，刚才当真神勇。萧亲王真是让我们扬眉吐气，这进前一关果然是气质非凡。亲王真大才，能够压着丞相一头。刚才他那张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这话本王爱听，一人一坛青颜女帝酒，到时候派人去中尚书府上取。亲王豪气，你做的很不错。老婆，咱们回家给你做好吃的。这600万灵石，那家伙不会找借口赖了吧？不会，刘傲天既然说了，就会做的。这个刘丞相真是古怪的很，只怕有些小心思。刘傲天有些本事傍身，如今的大燕皇朝也需要他稳定朝堂，协助治理江山。亲王大人，那个古籍让人暴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本古籍好像是叫什么古神族传承书籍，里面禁制能抹杀10阶圣境及其以下实力的人。抹杀10阶圣境？古神族那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？我们只听说过，除了人族还有妖族，古神族还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。亲王，你不断的将书翻开关上，这样对得到传承有帮助吗？没帮助啊！你怎么会有这种离谱的想法？怎么可能翻书关书会对传承有帮助？那亲王，你为什么一直那样做？因为书里静止的力量，按摩挺舒服的。亲王，那可是抹杀圣境的力量，你用来按摩。亲王大人，求求你做个人吧。父亲，这萧天欺人太甚，我找人拿了他。事情已经到了尾声，没必要因小失大。今日的表现，为父很失望。父亲，我有朝一日回到帝国，你如此表现，难登大唐。过去教给你的道理都忘在脑后了。我知错了，父亲。回归帝国之日愈加临近，最后的关头，一切都要小心谨慎些。派人将萧天得到传承金册的消息尽快放出去，给萧天这混账找点麻烦，也让紫若烟头疼些。是。真倒霉，若非那个叫阎王的可怕强者随性出手，灭了血云楼，我早就绑架萧天，控制了紫若烟，也不至于有今日这麻烦事。这么多？若非刘傲天能力不俗，分担了大半，你站在那儿，估计都看不到这。皇帝太辛苦了，还好我就是个吃软饭的，不然得累死。大燕皇朝是父亲的心血，也是2位兄长用命守来的。朕再苦再累，跟他们相比不值一提。刘傲天那600万灵石已经送入宫中了。正好，朕找你来也是有事需要你帮忙。这秘药玉佩跟你从刘傲天那拿回来的是一对，能够合并成宫中库藏秘药，里面有着父皇留下的诸多财富。啊，还要办事啊？让你看管秘药也算是有个事做，这样朝中就没借口说你闲着不做事，不好吗？这太好了！这玉牌
牌本身也是护身灵器，能护你周全。朕登基造了新库，大人将里面东西都搬到库藏内，有什么喜欢的，顺便可以挑一挑。大爷还有很多用钱的地方，零食少拿一些。当初你带过来的东西也在库中，是否拿走看你意愿吧。这晚饭真香，小日子真舒服，一国之主罩着我，钱还随便花，嘿嘿嘿。多谢陛下，这库藏大门保证替你看得稳稳当当。萧天，陛下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老婆大人。亲王大人，这就是您的东西吗？怎么看上去怪怪的？哪里奇怪了？看上去就像个棺材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这玩意儿是单兵装甲武器库，而且还是我这位宗师的特制版。单兵装甲武器库，宗师特制版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我可以看看吗？不可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永远不要再动这个玩意。走吧，我们去岳父大人的旧库藏看看。库藏重地，闲人远离。我是女帝的王夫，奉女帝之命接管库藏。岳父大人，您这了不得！岳父大人，不愧是你，简单粗暴。不过一个开国皇帝的小金库，比整个大燕皇朝还不于数10倍，太不合理了吧？这得有多少灵石？你去把女帝喊来，这些要看她怎么处理。是。你说，要是你爹看到这些，会不会晕倒？父亲执掌户部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因为这个就昏厥过去？有道理。怎么会这么多？咋办？你爹就这？哎呀，看不下去，看不下去！你打造的新武器，献给南将用。终于可以打一把富裕仗了。若不是你，朕也不知道父皇的私库居然这么多灵石。以后灵石你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开心就好。想多少拿多少。嘿嘿嘿。了解，这个躺着不硬吗？亲王喜欢就行啊。这个石海的样子，竟然是人族的石海。不确定，我再感知一下。这如何可能？卑贱的人族根本就没资格得到古神族传承，定是用了什么无耻手段盗取传承。分析完毕，极神族传承之灵，负责教导传承知识的灵体。石海中星光越多，灵魂体就越强大。我背后星光99就已经是极为恐怖的存在，这个鬼番茄居然有3000星光。你到底是谁？这里不应该是人族的石海之地吗？我是旺财，主人的奴仆。你所在的的确是石海，主人石海。怎么这么吵？睡个觉都不安静吗？怪物！入侵者，还请后退一些。主人如今刚刚睡醒，可能会一不小心直接抹杀你。旺财，这个老头子哪来的？尊敬的主人，这是传承经册中的传承者，在主人世界中，一般被称为戒指里的老爷爷。古神族就是长这个样子，竟然是一个教书先生。这位大人，小老儿的模样的确是古神族的姿态，和他周旋一番，假装传授知识，套一下话，说不定我古神族复兴有望。嘿嘿嘿嘿嘿嘿！你在想什么？这位大人，我心虚了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我看你这糟老头坏得很，留不得。旺财，上，撤了他！你竟然直接动手！身为强者，尊严不要了！哼，果如我所料，你眼神中的怨恨是奸计识破后的恼羞成怒。古神族的传承之灵，无耻之徒。人族，我。系统升级中。哟吼，还能升级？不愧是女帝专宠，临时坐床，奢侈得很呢。可惜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你干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亲王大人，我听到动静，只是不小心碰倒了东西，没事的，你们喊刘燕过来就行。这是什么怪物？那可是师尊赐予的6阶极品的灵气兵刃，
该死的情报部门，不是说好的普通人吗？我扑你个香蕉棒棒锤！亲王大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趁我睡觉，这家伙想用短刀劈晕我。陛下那边没察觉到这里的动静吧？亲王大人放心，我刚在不远处也听不到此处动静，定然没惊动陛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亲王，凶器呢？他劈我的时候崩碎了，我无聊捏着玩呢。送你了，废品回收应该能卖点钱吧？这玩意儿居然是临风街，就这么一坨，卖个数十万灵石，只怕轻轻松松。谢亲王赏赐，又是黑魂殿的人，这个年纪潜入皇宫不被发现，看样子你应该是六邪影杀鬼手下的双煞之一吧？这位姐姐好眼力，小人是地煞逢蒙，先前都是误会啊。误会？你夜闯皇宫，行刺亲王，跟我说什么误会？不是行刺啊，我用的是刀背。亲王大人，您仔细想想，我是不是用的刀背？你的确用的是刀背。其实我来宫中只是想探听一下情报，抓走一个侍从，一下子认错人了，绝对没有半分想要行刺的想法。这人把我当傻子啊！你就认命吧，你们黑魂殿也是倒霉，又栽在了亲王手里。又，也就是之前督招老人来过一次，为什么说是又？难不成你是阎王，将督招老人轰得尸骨无存，将大名鼎鼎的雪云楼一日覆灭？所有人眼中的小白脸亲王，居然是阎王！小亲王，你就是阎王！我去，喊这么大声做什么？让我媳妇听到怎么办？徒手撕开空间！我本来还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，没想到你心思如此歹毒，故意大声咆哮，铁了心让我暴露实力。对不起，错了。不但不求饶，反而来挑衅我吗？唉，怪我多事了。我真是宽以待人，严以律己。前有毁尸灭迹，今有宽以待人。亲王大人的理解能力总是这么的非比寻常。你去看看女帝还在不在御书房，这边的声音有没有惊动到？是。亲王大人，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半个时辰前，大将军急忙入宫后，陛下跟着离开了。陛下离开前，让我来跟亲王讲一声，晚上有可能不回来了，让亲王不要等陛下了。妙啊！你说这不是赶巧了吗？行了，你们去当值吧。今晚受到了惊吓，明天让钟阳明多做点好吃的。灵儿，城中有你父亲的消息吗？城中女儿已经是找遍了，根本就没发现父亲所在。皇城周边我也找了一圈，都没发现你父亲的痕迹。谁？陛下，怎么样？周爷没找到钟叔的踪迹。怪我，都怪我！昨日我就不该跟他吵架，多希将他赶出房，不然在我身边，他怎么可能会被抓走？钟叔被掳走，和南疆事宜应是脱不开干系。南疆在钟叔的主持下越加稳定，暗中揪出不少潜伏在流民中不安分的人，而他们定会找人报复。能不知不觉潜入大研，抓走钟叔的只有黑魂殿。黑魂殿行事风格极为乖张暴力，杨明被带走，只怕陛下，求您救救杨明！周姨，快起来！你和钟叔从小看着我长大，我一定会将钟叔带回来的。谢谢钟姨，谢谢你。照看好钟姨。不行，万一敌人调虎离山，实际上还没走远呢。灵儿，好好待在家里，不要乱跑。娘在周围，再找找你爹。娘，万一猜错了怎么办？万一爹爹已经遭到不测了怎么办？对了，亲王大人，表姐，亲王在吗？亲王估计还没起呢。少将军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爹没了。爹没了？亲王大人，怎么？你这小屁孩，这么早干什么？亲王大人，我爹昨夜被人抓走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找到。我知道你厌倦了打打杀杀，可是这一次能不能救救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我的厨子被抓走了？厨子？你太过分了，亲王！我爹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爹当厨子。刚才不算，再来一遍。你说什么？我的钟老哥被抓走了？好了，开个玩笑。难怪陛下昨天不在宫中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在皇城中对户部尚书出手，谁这么大胆子？亲王大人，昨夜也有人对你出手，你忘了吗？什么？谁混腻歪了？对亲王出手？是黑魂殿，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我。针对亲王大人？仔细想想，我成为大研亲王以来安分守己，每天无非就是吃点好吃的，喝点小酒，没招谁惹谁吧？好像还真是这样。先前在青云山碰到的那个老头，
真的是巧合吗？可能他们在血云楼的事情上发现了我的蛛丝马迹，所以故意来探究一二。昨夜黑魂殿对我出手，更是派了一个死都不求饶的硬汉。而且大炎皇朝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其他人都没事，偏偏钟阳明被绑架？唯一可能便是因为钟阳明和我关系好才被绑架。种种证据都表明，黑魂殿就是在针对我。亲王大人会不会太敏感了一点？黑魂殿应该没这个意思吧？可能亲王大人被召唤前，在自己的界域遭遇过什么，总是觉得别人要迫害他。我忽然有些同情黑魂殿，你说他们好端端的抓走爹干什么？没什么好同情的，一帮和血云楼不相上下的下作东西，惹到亲王也是他们活该。我不信对方掳走钟阳明后速度会这么快。难道已经出大炎皇朝，再往南走就是黑魂殿的势力范围？若是贸然闯进去，就等同于撕破脸了。还是先不要做最坏的打算，再去南疆找一找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人？好强！这人是谁？那个方向是黑魂殿，莫非他是阎王？追上去看看。见过殿下大人。这就是黑魂殿总殿吗？好新，建造时间大概在30到40年之间。如果没看错的话，那么黑魂殿就有问题了。黑魂殿出现的时间可远不止40年。大人，钟阳明已经是带过来了。看样子你行动比地煞快得多呀，一路上没出什么问题吧？启禀大人，钟离双倒是反应很快，带着女帝出城搜寻。可惜他们想不到，我们暗中布置不少隐藏的短距离传送阵法。做得不错。黑魂殿殿主白庆莲，钟大人临危不乱，真是好胆识啊！好想看看你的胆子是不是比一般人都要大呀？看样子这一次我凶多吉少，没办法回去了。钟某不过是区户部尚书，黑魂殿此番阵仗，钟某也算不虚此行了。钟尚书不必如此悲观，咱们黑魂殿好说话的很。这次请钟大人来，不过是希望钟大人保一下萧天亲王之位，除此之外，就是跟萧天里应外合，监视女帝动静而已。萧天不过是寻常人，你们为何要保他，还要监视陛下？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不过是想对付刘傲天而已，至于其中原因，可不是你能知道的事。看来刘傲天勾结的外部势力不是黑魂殿，只是监控女帝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钟尚书意下如何？我是很欣赏你的，你最好不要不识好歹。钟某过去不过是一介穷酸书生，得先帝赏识方有今日。当今陛下更是我看着长大，情如家人。你当钟某是那无国无家的重治小人，有骨气。可惜在咱们这个地方，骨气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媳妇，让钟尚书瞧瞧你的本事。好嘞。这是尖香虫，很有意思的一种毒物。它现在寄生在你体内，3天之内你不闻香，这虫就会吃你的5脏6腑。它的足还会刺入你肺腑皮肉中，汲取血液，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啊！钟尚书，只要你松口，我便点香，让你免受肝肠寸断之痛。心性倒是坚韧，到现在都不肯松口。你不疼吗？喊啊，叫啊，求饶啊！钟阳明，玉可碎，不可改其白；竹可焚，不可毁其节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以地相称，以君相待，尔等不过宵小之徒，蝇狗之辈，岂明君子之义，文人风骨？不过区小虫耳，何足惧？不过区残躯耳，不足惜。钟阳明，你当真找死？旗鼓不折，死又何妨？好啊，真是好得很。
既然你非要找死的话，那么本座成全。庄银，你的手艺是最好，切肉最薄，把他给本座凌迟了。没意思，真是无趣。你说对不起，昨夜真不该跟你吵架。灵儿，爹没办法看着你嫁人生子，陛下，臣没法再助你了。什么人？亲王大人，上午好啊，钟尚书。哎，你怎么还哭了？好大的胆子，本王的厨子也敢欺负！要不是怕殃及到中阳明，何至于只吼死那几个歪瓜裂枣？而且刚才还看到紫若烟了。乔德麻德，钟明阳腹中有虫，疼痛难忍，没解药必死无疑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你们还要骗人？他哪里是疼痛难忍，分明是痴呆了。那是痴呆了吗？那是陛下的痴呆呀！萧亲王，我向你保证，此虫是我种下，若无解药，的确必死无疑。您若是不信，请问钟尚书。钟尚书，快解释一下呀！性命攸关，别愣着了。萧亲王，钟阳明是你好友，朝中重臣，他的性命可不好拿来开玩笑啊！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这帮人在干什么？你真的快死了？你真是亲王萧天？有个叫钟灵的小屁孩提过，在他6岁那一年，他有个讨人厌的老爹，在放屁前故意将屁股对着他的脸。可惜的屁，让我们看到破壁的机会。钟灵这个死丫头，6岁的事情记到现在。第一次当爹，玩一玩孩子有什么错？亲王为什么要用这种事情来证明自身？萧亲王，这都是误会。大老爷们说话能不能正常点？像个死娘炮，恶心谁呢？萧亲王，抱歉，过去习惯了。解药拿来吧。这是解药。亲王大人，这只是缓解我肚子里蚊香虫吞噬肺腑之用，并非是解药。不是，你们敢耍我？并非如此，咱们只是让钟大人舒服一点。解药的话，咱们西殿可以用来换取我们4人的性命，而且我还希望咱们可以缔结血契，这样也有一个保障。不行，亲王大人，你绝对不能答应。血契是天地规则，一旦定下不可违背，一旦达成，你将永远不能对他们出手。我死不足惜，但你们黑魂殿这颗毒瘤必须覆灭。最坏的情况果然出现了，不怕萧天厉害，就怕钟阳明不怕死。好，立血契，你死了，我上哪儿找一个做菜这么好吃的厨子？更何况钟灵那小屁孩要是爹真死了，肯定哭哭啼啼烦死人。本王在这儿也奉劝你们一句，以后做事记住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。好，血契已立下。服下，3日那蚊香虫就会化成脓水。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，好自为之。终于走了。渔夫，给情报堂的人都中一只蚊香虫，疼死这帮废物！店主放心，我定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一帮狗东西，竟然说萧天是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我看你们才是。店主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有血气在，他没法对我们出手。去请总部圣魔宗高手出手，不信收拾不了他。我一定好好折磨他，疼爱他。店主，你做什么啊？本座不是说了，讨厌女人碰我吗？不是的，店主你看，要手了，被发现了。你知道形容这种人应该怎么说吗？亲王请说。狗改不了吃屎。亲王大人表面上不着调，实际上心思很细腻呀。别急走，观察一下，这几个家伙肯定没安好心。我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让你们走向正道。我回来呢，也是想打破你们的屋顶，给你们赔付。结果你们让我很失望啊。萧亲王，我就是嘴上随口说说，咱们可是有血气的。我就知道会是这样，要不是我，亲王也不会这么被动。萧亲王，店主说的对，都是误会啊，咱们可是有血气。你要是动手的话，天地规则落下，众生皆蝼蚁。冥顽不灵，到了这个时候还不知悔改，说话还阴阳怪气。
果然如同我猜测那一般，你们黑魂殿早就在暗中针对我。白青莲，我小瞧你了。刚开始我以为你只是想通过向元白和地煞破坏我和女帝的感情，没想到你心思竟然缜密到了这种地步，想用血气把我套牢。好歹毒的心思，好可怕的算计！你什么玩意儿？我算计什么了？你居然能算计到这种程度？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我没有，我怎么会用向元白？等等，向元白？向元白是死在你手里的？你是阎王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！我像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吗？向元白是自杀的。秦王大人是阎王？你做了什么？让人宁愿自残也不愿意多活1秒？你是魔鬼吗？到了现在，你们还是没有丝毫悔改的心，还污蔑我是凶手。看样子，你们是已经坏到骨头里面去了。今日我要替天行道。哇！你签订了血契，不怕天地规则吗？下三滥的招数，无耻！秦王，你这血契几乎无人签订，合约苛刻，很容易触碰，一旦严重违反，必死无疑。他不要命了，居然自寻死路！雷劫之下必死无疑，秦王大人，你鲁莽了！雷劫来了，等死吧你！你要是有种，照着我的脑袋劈下来试试看！这完蛋，死定了！血气这种东西，对炎黄子孙无用。这是什么变态级怪物？天地法则在他身上都没用。秦王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，这次真的诚心悔改。真的吗？我不信。秦王大人，我这边知道一个惊天秘密。我不听。像你们这种维护一方、草菅人命的黑恶狂徒，都得打死。刚才我已经违背良心给过机会了，但是我心善，最后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当我数到3，你们说出平生做过的好事，有做过的好事，就说明你们还有救。小天，你是我的神！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主，随便说些好话，忽悠一下就有救了。秦王，这不妥，对他们不需要讲什么规矩。钟尚书，你这种思想不对。这个世界已有足够多的苦难，我们这种有实力的人不去拥抱光明，那么阳光什么时候才能照破黑暗？他们如今身处黑暗，却也可以走向光明，给个机会又何妨？那么你们3个准备好了？3，冥顽不灵。我都已经说到3了，你们还不说话？看样子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曝尸荒野的。什么？你小天，你儿子没？亲王讲不讲人话我不知道，但亲王这人，唉，空有一身实力有什么用？依旧不能引人向上啊！是真狗啊！亲王大人，若是将黑魂殿全部覆灭，大燕皇朝南疆不知道得安定多少年。看看我这才刚暴露实力，你就开始使唤我做事了。能者多劳，能者多劳嘛。瞧瞧，果然如此。你们这些人上人就会压榨人，一旦紫若言知道我真正的实力，岂不是天天忙到不知道东南西北？实力绝对不能够暴露。我警告你，回去之后不准暴露我的实力。可是，如果你敢说出去，你中府160处私房钱，我全部告诉钟丽霜，还要每天夜里把你偷偷抓到怡红院，让钟丽霜去抓你。嘿嘿，亲王，你竟如此歹毒，我不说还不行。不过，亲王大人，我女儿和刘燕他们，还有黑魂殿，他们都知道我的事情，也答应帮我保密。至于黑魂殿，你跟我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先前速度太快，落地时的气流把建筑压矮一截，他们应是顺带被压死的。平日作恶多端也是报应，真是好一个报应啊！到了，这里灵气浓郁，宝光十色，应该就是黑魂殿赃款的所在。旺财，算一算这些东西值多少钱？系统升级中，暂时维护。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要你何用？打死算了。系统升级暂停，计算中。
尊敬的主人，计算已完成，总共33617954灵石。不错，继续升级吧。多谢主人，系统继续升级。这里东西的价值3200多万灵石，作为补偿，勉勉强强吧。没想到这黑魂殿这么穷。大燕皇朝一整年的税收也不过1000万灵石而已，而且亲王大人，这些不是应该上交国库吗？怎么是赔偿呢？上交国库干什么？这些都是黑魂殿白青莲赔偿给我们的呀。这从何说起？本来我现在应该在中府喝着小酒，吃着你做的好菜，却因为这黑魂谷来到了此处。黑魂殿这是在对我们谋财害命，不应该赔偿1000万灵石，我拿900万，你拿100万。亲王大人，这谋财害命又是个什么说法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就是生命。黑魂殿浪费了我们的时间，这就是在谋财害命。除了赔偿，劳务费1000万灵石总是要给吧？那么学费我就吃点亏，算他个1000万灵石。搬运费500万灵石并不过分，再加上你被绑架过来的精神损失费，要200万不过分吧？一起就是3700万灵石，此地库藏价值才3200万有余。该死的！黑魂殿还欠我们500万，为什么人家都已经凉透了，反而还倒欠你一个500万出来？亲王大人，您这个账算的一个字绝！不愧是我挑的，这件衣服看着就好逃跑。好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来清理一下现场。好了，搞定。亲王大人，您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？不会已经到达圣境之上了吧？我没境界啊，我连灵气都没有，你没发现吗？的确和普通人一样，但是为什么至少不应该呀？我的实力有些特殊，好像还在提升，具体多厉害不知道。还好控制力量我很擅长，不然大燕国已经灭国了。灭国？以亲王的能力，好像能做到这一点，并非什么难事。如果我再强一点，应该就不会被轻易的绑架了。亲王大人，能不能指点我修行，提升实力？你要修炼？我记得钟灵说过，你不是很喜欢修炼，而是将心思全放在大燕设计上。见识到亲王大人的实力，这种想法有所改变了。这次黑魂殿是有事让我去做，才没动手害我。万一下次盯上大燕皇朝的人，直接害我性命呢？亲王大人的事情也给我带来了一定的灵感。若是我明面上以弱示人，等要暗害我的人浮出水面，我不就可以直接动手一举拿下？看不出来，这人喜欢扮猪吃老虎。大人，还有件事要你帮忙。你哪来这么多事儿啊？从以前的1周做5餐，加到1周10餐。什么事？请亲王大人写一行字：大燕之事，我阎王势在必得。足够大，覆盖整个山谷之内。你知道内情？并不知道，只是借亲王的名头，榨一榨这滩深水，看看能不能榨出暗中窥探大燕的狡猾狐狸们。你好阴啊！不好，媳妇来了，赶紧溜！亲王当真是强得过分呐！对陛下，陛下的速度好慢啊！钟叔，你没事吧？钟仪不是说钟叔是穿着单薄的内衬被赶出屋子的吗？怎么现在一身品阶不低的灵气？这是阎王！陛下，昨夜臣被黑魂殿6邪之一印杀鬼麾下天煞庞童捉来。据白庆莲所说，他现在要我保亲王不被刘傲天所害。这个时候，
阎王出现了。他披着黑衣，看不清楚面容。白庆莲等人就是他打死的，不仅给了我解药，还让我把黑魂殿所有库藏都拿走了。他说他根本看不上。若是如此的话，这个阎王到底是图什么？他图的似乎是大炎皇朝目前的安定，不想大炎皇朝被黑魂殿和血云楼影响。陛下，仔细想想，刘傲天尽心尽力为大炎，而黑魂殿早几年不仅对大炎秋毫不犯，还为了大炎主动对血云楼出手。他们的目的是不是如出一辙？目的都是在出手之前跟养猪一样，把大炎的国运和国力养起来。按照你这么说，的确如此。陛下，这是阎王送的礼。啊，阎王好大的手笔，看来他真是想让大炎蒸蒸日上，也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主意。打什么主意？打着吃喝玩乐懒得管事的主意。对了，回去我得问问钟灵，亲王怎么把向元白气死的。我们还是快赶回去吧，钟仪和钟灵很担心你。劳烦陛下了。陛下慢一点。娘，你快看！都怪我！要是昨天不跟你吵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不怪你，怪我惹你生气。好啦，你们都老夫老妻了，这么腻歪干什么？受不了。真好啊，家人能在一起，相互陪伴。一个人，这也是可以的。陛下，宵夜要端过来吗？算了，这没什么胃口。御书房后殿收拾好了吗？已经收拾好了。怎么，往常朕休憩的时候，后殿不会点太多灯，尤其是这后殿的前院中，更是冰冷昏暗才对。如今怎么？辛苦了啊！这么久不来一顿火锅吗？这玩意儿你肯定没吃过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刘统领说过，你每次熬夜处理政务后，总要吃点夜宵。吃夜宵一个人多没意思啊！我就捣鼓了一下老家的美食，准备和陛下一起吃。这个叫火锅，得涮着吃，每种食材的时间都不一样。这个呢，你尝尝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你这里没有的麻酱，不然呢，陛下，来，请开金口。亲王伺候得很好，朕心甚喜，当赏。不知陛下要赏什么？赏你暂为这一次。那陛下稍后片刻，这次跟陛下涮的这片肉讲究了，必须得孤独一去，此后有人相伴也挺好。陛下尝尝这个，好吃的很。我跟你讲，我原来一个朋友经常在。你朋友好有意思。陛下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无需这么麻烦，就在这休息好了。啊！